现场裁判制止之后，非但不停手，竟然还当众殴打裁判。他是拳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混蛋，在过去的5年时间，竟然因猥亵罪被警方逮捕高达19次。习以为常的他，竟然还在被捕的时候听歌，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经常在比赛镜头前作秀，表情狰狞，永远是一副夸张的诡异模样，甚至在比赛中上房揭瓦，炫耀自己的特立独行。比赛中他狠辣无情，下手极重，来彰显自己天赋异禀的实力。他就是号称美国疯马的拳坛怪人查尔斯·本内特。可以看到这家伙一上场啊，就是拿着手机开着直播登上擂台，还在赛前大笑挑衅我们的中国选手。而我们的中国小伙巴拉金，来自内蒙古的中国轻量综合格斗运动员，让他见识见识蒙古汉子的厉害。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美对局，我们的中国小伙巴拉金大战美国疯马拳坛怪人查尔斯·本内特。具体比赛结果究竟如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闲言少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可以看到啊，查尔斯连拳都不愿意接，哎呀，这个作秀的表情。我们的巴拉金是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正身位，是想给他摔下去。这个查尔斯还是实力很强的啊，可以看到这个力量上来说，不太好摔，反抗的很厉害。这个就是个性太强。巴拉金想要压制他有一些困难。查尔斯绰号疯马嘛，刚才你也看到了，在宣传片中这个查尔斯各种奇怪的行为。他出身于这个美国的贫民窟，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美国的拳坛怪人，他实力确实很强。好的，可以看到这个查尔斯的体能好像是有一些下降，我们的巴拉金也是成功压制住他。现在这个疯马也不着急啊。对，你看这个疯马确实是很有这种大将之风啊。对，这个大将中的这个另类啊。确实是在这个综合格斗界啊，对，有点这种综合格斗界的周星。哎呦，我们的巴拉金非常的不错，可以看出已经是死死控制住查尔斯了。这个巴拉金呢，出身于内蒙古，小时候家里是放羊的啊，经常是跟羊摔跤，地面作战是非常的强。这查尔斯是生活在这个美国贫民窟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摔，只能摔水泥地。所以说，我觉得论地面来说，应该是没法打过我们的巴拉金。要拿背做裸脚，但是破坏掉了。好，你看，典型的啊，很好，可以等下位。这个真是好，对，一个人站好几分钟，对，就大家就会想，这到底是什么人要这么长时间？所以就尤其关注他的比赛。对，每次都是戴着一耳机，听着音乐，摇头晃脑，自拍的，对，还玩自拍。好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巴拉金虽然是拿到了正身位，但是占据不到什么优势啊。这个查尔斯不说别的，防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的巴拉金是没有太多的进攻机会。好的，逼至蓝边，哎呦，不小心被查尔斯挣脱的可能性很大。就一样，对，去拱，给他手上给打呀，特别压制。现在来说，这个东马还没有做一些实际的进攻动作啊，我们的巴拉金也是竭尽自己的全力在压制这个查尔斯。但是查尔斯啊，这个甭管别的，身体素质确实不错，他好像比我们的巴拉金还高一点吧。可以看到这个肌肉也是，很壮硕的。可以给他安一个。川马现在没有像样的拳呢，我觉得他一直在收着劲儿。对。可能也意识到。好的，逼至蓝边，再次拿到一个正身位，我们巴拉金可以开始考虑进攻了。是想做裸脚是吗？充分的把这个时机把握。对，
击动作啊。你看，地面转移也很快啊。张老师所说的这个现象，我其实觉得70%、80%是有赖于风马。对，是他在控制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是他控制。对。好的，目前来看的话，节奏依旧是在查尔斯这一面，情况不容乐观。虽然我们的巴拉金拿到优势位，但是这个进攻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没有几次有效进攻。查尔斯也是在把控着这个整个比赛的节奏，不让你进攻，你就是做不到，有一些难受。即便是过了腿，也不能做太多的动作。对，说真话。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巴拉金火气也很大啊，进攻欲望很强，上来接着想跟查尔斯打一个地面。这个第一回合的话，确实是巴拉金不太占优，但是查尔斯的体能消耗的也很快。我们的内蒙古小伙们平时吃都是奶茶、牛羊肉长大的。你看这个动作很放松啊，对，发力是。到这儿，骑上去。这个位置风马给的太轻松了，对，送了这么一个位置。有个磨脚。好的，漂亮，打死角已经形成了。这个位置非常的棒啊，就看我们的巴拉金能不能坚持住。输了，太拖大了。10，看巴拉金的腰一直在往前拱。对。应该是有点晕过去啊。我们看看风马的手最后是软下来的，我们看一下，拍，漂亮，拍手放弃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巴拉金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让他见识见识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可以看到已经是被我们的巴拉金啊累得不省人事了，漂亮，真是有血性的蒙古汉子。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巴拉金第二回合59秒降服获胜。有请颁奖嘉宾，贵州喜酒销售公司山东片区总经理夏宏祥。开炮 takes advantage of it this time, does Adesanya, and the ground and pound, they're getting through this time, and Terry Hill. 我太难了。 And yeah. I've lived in China, so I've embraced the Chinese culture. I came to China in 2014,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land. You know,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sightseeing. The people, they're very kind and they're very hospitable. They treat me very well, and just love the atmosphere. I love it. 你好。I am the Black Dragon. I was born in Nigeria. I grew up in New Zealand, but I have lived in China, so I've embraced the Chinese culture. I feel it is destiny.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相信你也听到赛前这位黑人朋友的自述啊，自称自己是黑皮肤中国新的尼日利亚选手，目前拿着中国国籍为我国征战的黑龙，本名阿萨迪亚。那么黑龙目前呢也是替我们中国打比赛，非常的喜欢中国啊，想替我们中国征战国际擂台，为表忠心啊，就打这踢馆的老外。而且他的战术体系特点非常有意思啊，他非常的擅长打游击战术。那么这次他的对手则是日本的拳王土公义啊，这个土公义你可以看到也是人高马大的啊。这次也是来我们中国踢馆啊，为的就是打击我们中国啊这个拳坛的地位，非常的小。我们的这个黑龙也表示啊，必须得把你赶出中国。那么这一场比赛究竟结果如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正式开始，蓝方选手我们的黑龙啊，红方选手日本拳王土公义。好的，双方比赛一开始，哎呦，对手这个想直接啊控制住我们的黑龙，应该是想要打地面，哎呦力气很大啊，但是我们的黑龙也是不停抵抗。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黑龙也是人高马大啊，臂展和腿长都十分的具有优势，但是这个人酷爱打游击战。那么我们的黑龙呢，这个是拳坛的武术大师，在黑人界当中武术打的是最好的，他的偶像是李小龙，而且他有一位中国武术师傅，正是新西兰传奇武术大师林正川。为什么说这个人是新西兰传奇大师呢？因为这位老先生啊是出身于广东汕头市，后来来到新西兰之后传播发扬我们中国传统武术，
他是李家拳的传人，目前80多岁高龄了，还在教拳。好的，让我们回到比赛啊，土公一也是控制住了我们黑龙的单腿，应该还是想要往地面去拖啊。那么这个土公一呢，他是日本的地面之王极真空手道的这么一个传人。所以说双方也是在武学上啊，中国武术跟日本武术的一次争斗。Around the feet, things change an awful lot because nice punches there, but you see how Adesanya just slips the punches. He never goes back. He doesn't. 其实从这儿您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黑龙这个战术体系啊，确实是跟常人不同。凭借着这么好的身形优势，不打对拼，但是持续的打这种游走找机会，土公一也是有些难受啊。因为不近距离对拼的话，他没有太好的机会抓住我们的黑龙往地面去打。Equally at home in the orthodox or the southpaw stance, and that makes it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his opponents. And I'm not sure if Quayle's fancying himself here in the stand-up department because I think it'll be a big mistake if he is. I think he wants to go back to. 我们的黑龙还在观望，这个土公一也是不太敢近距离的去靠近我们的黑龙啊。Adesanya, the more things will turn away from his favor. Adesanya already this year in New Zealand has won an 8-man boxing competition, and also. 那么土公一在日本的话，目前也是拿到一个27连胜啊，在日本一时风头无两。所以说我们的黑龙也是面对这种对手，小心小心再小心。So, as I say,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stand-up fighting world are well and truly documented. And yeah, I am a little bit surprised. Here we go. Here he goes. 好的，土公一小抱摔，但是我们的黑龙也是反制的很快啊，没有给这个土公一太多机会。Already talk about UFC as far as Adesanya is concerned, which after 3 fights in the MMA arena is pretty spectacular in itself. So there's no doubt that we're going to see him there. And it's good that Philip Lamb, the man who brought kickboxing to New Zealand, has put on an MMA fight here in New Zealand. 双方依旧处于一个僵持阶段。哎呦，这个土公一对于自己这个腿长啊太自信了，没有把握好距离。好的，我们的黑龙也是找到了一些机会啊，不停的靠近对手。Adesanya starting to wind up the wick a little bit here. Oh, that was a nice shot to the rib cut. 哎呦，这个土公一直接啊躺在地上等着我们黑龙去打。这个非常非常的主动，想要去打地面。我们的黑龙应对措施相当不错了，土公一有点懵了，自己这不属于直接是撞上枪口去了吗？送到枪口面前。Trouble just playing it a little bit cautious as well. Now he's caught again with the leg. He might just walk away from this. Well, seems and he does do just that. 好的，可以看到我们的黑龙也不上当啊，不跟你去打。不是说你想打就打，也是我想打才能打。Adesanya, he's going to try and end it before the bell goes. He runs out of time on this occasion, but a good finish to the. 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第一回合双方打的都很谨慎啊，所以说没有特别的分出谁胜谁负，谁优谁劣。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Israel Adesanya to keep his distance, and the Chinese team want their man to get to ground as quick as possible. Only 3 real serious attempts. 哎呦，可以看到我们黑龙这个棋手啊，很有点我们中国武术的味道。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们的黑龙是不是名不见经传呢？啊，是这样的，我们的黑龙是 UFC 的7冠王啊，所以说在国际上是很知名的。这个土公一打的也是有点难受啊。
hand was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and the body shot had influenced the going to ground the last time, and that's where he actually did look really comfortable. Well, he made it real difficult for any attempt at a ground and pound by Adesanya. So it'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to see if they give him that same position, whether Adesanya will go after him or whether he wants to. 好的，双方依旧是保持着一个难以言喻的平衡。邱公益表现得太谨慎了。好的，我们的黑龙也是不停的挑衅对手啊。You'd say that Guinguel would have a pretty good show in the stand-up, but he's been outmaneuvered, outworked, and outpunched here by Adesanya. And he's not the first fighter to be in that position, I can give you the tip. Adesanya just slowly, ever slowly tightening the noose a little bit, you know, just he's 3 or 4 inches closer in this round than he was before in round number 1. 那么双方选手还是在不停的僵持着，我们的黑龙有些着急了啊，还是想要找机会将对手逼至拦脚，就是有这个明显的意图。That's the case. If it is, it's against the orders of or the recommendations of Beerman. But yeah, he's just so hard to read. You just don't know what's coming next. And I guess that's what if you can keep your opponent tentative. That's the game plan. 那么黑龙之前也表示过啊，在 UFC 里他其实也是不怎么打这个外国选手啊，比如说这个美国选手啊、俄罗斯选手、波兰选手基本都不打啊，会有很大的空间。好的，对方再一次将自己拖至地面，我们的黑龙也是不上当啊，不想跟你纠缠。It looks like that's he calls Terry Hill in, and yeah, back to the feet. So that plan's not going to work by the look of things for Guinguel. 哎呦，对手再一次进入地面，好的啊，我们的黑龙直接抓住对手的机会，这个破绽非常的不错，连续的手击，看一下裁判什么意思啊？漂亮，裁判直接宣布比赛结束，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啊！对手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破绽展露出来，我们的黑龙也是很好的抓住了这个机会啊！可以看到这个土公一目前很羞愧啊，趴在地上要哭的表情，我的天哪！ He definitely wasn't expecting Adesanya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hat he was given after walking away that first time. But Adesanya says, I can end them standing up, and I've just shown that I can end them in the ground and pound as well. 好的，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黑龙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顺便请大家记住他的名字，他叫阿萨迪亚，黑皮肤中国心。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开场就被飞身一脚踢倒在地，全场的韩国观众无论男女都疯狂欢呼。武僧一龙一脸无奈，而韩国主持人更是当众煽风点火。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然而恢复理智的武僧一龙拿出了真正的少林功夫，让韩国跆拳道冠军哭爹喊娘，生不如死。台下的韩国观众更是一脸吃惊，感到不可思议。击倒武僧一龙的人名叫闵永贞，曾拿过一次韩国跆拳道冠军，并以天下第一腿而自称。在接受采访时，他在媒体面前公然表态，称中国武术和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将会证明跆拳道的强大。内容的表现绝对会让他们大跌眼镜，一脸吃惊。不被这种客观的因素所干扰，继续全身心的投入比赛。武僧一龙这种抗击压能是非常强大。尽管我们看到这个闵永贞用他这个跆拳道的什么旋踢动作啊，包括扫踢动作了、横踢动作了，
但是在武僧一龙面前一一化解。我是要有在这个中点距离之外才能使用的。要知道武僧一龙这个抗击打之力啊！我就跟你讲，你在启动的时候，我啪一个近身。原来你明永贞不就这3板斧吗？就利用旋踢动作嘛，你不就练跆拳道吗？尽管你明永贞获得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冠军。对方击倒了一龙1次，而现在一龙呢是在成百上千倍的还给对手。中国武术不如韩国跆拳道，这可以说是我听过最离谱也是最可笑的笑话。可以说这场比赛是跆拳道和中国传统功夫的一种较量。观看武僧一龙同韩国跆拳道冠军闵永贞的第2拳面，我们看到这个闵永贞，你虽然练跆拳道，你只有用腿法进攻，但是你这个上3路没有发抖非常虚啊，感觉到肾肯定是不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相信这么一比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把武僧一龙都给看顺眼了，可见我们对韩国人是多么的不爽。这场比赛没什么可说的啊，技术特点完全不用分析。现在闵永贞已经不像在第1局比赛里面利用什么后旋踢啦旋风脚啊，对不对？横踢动作已经没有了。现在场上完全被武僧一龙牢牢的控制着。很一流啊，表现一流。好，这场比赛也很能说明了韩国跆拳道和中国武术少林功夫到底谁更强，完全没有可比性。恭喜武僧一龙，同时十分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我操！哎呦，正蹬，上面打倒，再次倒地。中国小伙自学腿法点穴神功，直插对手肋骨，不管对手是谁，立马瘫软倒地，绝对挺不过1个回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那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这一名选手，哇吼，手持双截棍，没有错，这个小伙子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河北邯郸霍元甲的传人霍小龙。当年他的祖先霍元甲打败了整个天津南巡敌手啊，被称为荆门第一人。而观众朋友们，霍小龙的志向是更为远大啊，因为他的梦想就是打遍世界无敌手。哇，的确是非常厉害啊！同样来自河北邯郸，和张伟丽是老乡。河北邯郸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厉害啊，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武林高手和拳击擂台的高手。好，没有错，比赛第1回合已经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霍小龙征战国际擂台的第1个对手。好，仔细来看一下，蓝方选手穿着黑色短袖，来自于意大利的尼古拉·马米尼。好，那红方选手白色拳套黑色裤衩啊，中方选手霍小龙。霍小龙不仅是霍元甲的传人，而且这个小伙子还自创了这个点穴神功。那我正常点穴是用手点啊，是用手指，而他观众朋友们是用脚。好，那具体怎么点啊？具体是怎么个点法？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不错了，两个人身高臂展都差不多，年龄上的对手大他3岁。斜腿，但是我还是想说，面相上可不止大3岁。哈哈，这个胡子还是有加成啊。漂亮，一个低扫。两个人都是属于这个移动步伐还比较快的选手啊。没错。这场比赛，霍小龙之所以要打这个尼古拉啊，是因为对方呢瞧不起我们中国武术。有一个好的变化，就是觉得自己内心更强大了。对。那这次霍小龙呢，也是来了很多的亲友团，因为霍小龙是来自我们中国河北的嘛，对，是主场作战，然后又一个飞膝，主场作战，所以来了很多的亲友团。对，霍小龙也是想在自己的亲友面前拿下一场痛快利索的胜利。那真是啊，那毕竟是在自己家门口，并且其实还得有一个前情，就是之前在这个新冠岛之前，这个荣耀勇士出征了埃及那场比赛，霍小龙没有正经打，对，没打，就是憋了一肚子火，这样。来看看这剩下这个是不是都能输出在这个马米尼的身上啊？没错。
好，比赛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这场比赛由于霍小龙呢是主场作战啊，所以说他的心态啊，包括我们看他的状态很好啊，步步紧逼。压迫式的进攻让这个尼古拉很难受。据说张伟丽也在台下啊为霍小龙来助阵来了。哦，漂亮！后手的摆拳，这拳差点把对方打出一个大跟头。好的，步步紧逼。比赛第回合还有最后的30秒了，而且我们看霍小龙对于距离上的把控也很好。哎呦，什么情况？对方腿很软啊！霍小龙只是轻轻的碰了一下啊，这个家伙就立马倒了。霍小龙在步伐移动和距离控制上确实下足了功夫。哎呦，观众朋友们，刚刚是一个点穴腿法，没有错，护齿都凸出来了，不行了，看情况应该是不行了。这场比赛霍小龙也是在比赛最后的10秒钟一个点穴腿法直插肋骨。好，来看精彩回放，因为刚刚的确是没有看清啊，应该是一个腿法啊。好，可以看到直插肋骨。